你放手，放手啦！你冷静一点，美琪。叫我怎么样冷静啊？我问你，我该怎样做啊？我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没父亲，我问你，我该怎样做啊？云姐，你先别那么激动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帮你解决的，好吗？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啊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离婚？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我该怎样做？你先跟我回去，我们好好聊聊，来想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好不好？解决的办法？你们每次都这样。这个钱你拿着，给你自己，给肚子里面的孩子买点有营养的东西，你怎么花都可以。又是这招，你们男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就用钱来解决问题。我才不要你们的钱！你放心，我不会害孩子，我也不会去死。你们回去好好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爸。敏君，爸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跟妈妈都误会了啊！英杰，哪有什么误会？今天是我的演讲啊！你跟我打过勾勾，你保证你一定会感到的。爸，我想不到你外面居然有女人。英杰，你不许胡说！我爱你，我爱你！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。英杰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好不好？英杰，妈，爸爸怎么可以这么过分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？不知道，妈妈也不知道。也许是爸爸做的还不够好，也许是你爸爸压力太大了。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可能是你爸爸还想再要个小孩。妈，你不是生了一个妹妹吗？如果爸爸还想要一个弟弟的话，你也可以生啊。这些都不是理由。爸爸是不是又想要娶一个妻子啊？不是的，爸爸不是想再娶一个老婆，他应该。你是小孩子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妈，我已经长大，很多事都已经知道了。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，我绝对不会同意爸爸这么做的。妈妈也不会同意。妈，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就和爸分开好不好？放心吧，英姐，妈妈不会离开你们的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妈妈还有你，妈妈还有慧仪。再说了，爷爷奶奶也不会同意的。妈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跟爸谈一谈呢？我不要跟他谈，要谈也要他来找我，让他给我一个解释。妈妈哭了一会儿，现在觉得好多了。妈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爸爸妈妈都是大人了，我们知道怎么做的。你呀是个学生，今天你参加演讲比赛，无论你爸爸去没去，你都不应该逃跑，对不对？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妈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给，快点回学校去吧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不过我今天没参加演讲比赛，我们全班一定会被全校的同学笑，我也会被所有人笑。
我该怎么办呢？英杰，做错事情就要勇敢承认，对不对？勇于承认错误才是好孩子。人最怕的呀，就是不敢面对现实，有错误不敢承认，这是很懦弱的表现，知不知道？哦，去吧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妈妈陪你去，跟大家承认错误，好不好？好，妈，谢谢你。走吧。那敏君还没回来是吧？敏君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哦，那好，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好。奇怪了，敏君去听英杰演讲，怎么会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哪儿去了这是？少华，少华，你听我说，你怎么还来找我呢？就是因为你这些破事儿，我老婆已经误会我了。少华，你听我说呀，这件事我不想听你说任何的话，你出去。少华，你出去。少华，你听我说，少华，出去。少华，出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是啊，不过老师说已经原谅英杰了，英杰也知道自己错了。难怪你那么晚才回来，原来你是到学校去解决英杰的事了。敏君，你这件事情办得不错。难怪刚才英杰臭着一张脸上去。这事儿就怨少华，再怎么忙都得言出必行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他不去参加英杰演讲比赛，至少他应该打个电话回来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敏君，玉梅跟我说，崇明跟宝莲最近进展的挺好的，他还希望他们早点结婚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到时候崇明举办婚礼，爸爸妈妈你们帮着筹备吧。那是肯定的。你去筹备就好了，我去算什么？妈，王家举办婚礼，您是女主人啊，您一定得在。再说了，玉梅阿姨肯定想您来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少华最近比较忙，如果崇明要结婚的话，筹备婚礼的事儿可就落在你身上了。刚才少华又打电话找你，去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好。妈，那你们坐。看什么呀？少华，我打给你做什么？你又能跟我解释什么？我心里一直说着，你别给我抓到，你可以跟我坦白。事情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呢？既然崇明和宝莲要结婚，我还是先打起精神处理他们的事儿，我的事儿，晚点再说吧。一姐，敏君，你点起来，听爸爸跟你说。好了，少华，我累了。既然英杰到房间来睡了，你就睡他房间吧。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。我现在不想听。这两天，你先睡他的房间吧。敏君，出去！英杰，你出去！你出去！
你出去！你出去！英杰，你是林敏君吗？是你？是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你是少华的，我是少华的老同学，家辉的老婆。你是家辉的老婆？你忘了？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家辉有和我一起去啊。而且你们王氏的公司重开，我老公也有送花篮过去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变样了，你是美琪。是。买菜啊？啊，敏君，有件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没关系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是这样子，前段时间我和家辉在闹矛盾，少华一直在帮忙。后来听说有一天又被你碰到，少华他说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向你解释，怕你们夫妻两个有误会。你的意思是说少华一直在劝你？是的，那天是这样的。张家辉，你要是再拉我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不是美琪，你听我说，美琪，你们俩不觉得在街上闹得很难看吗？哼，要是在大街上闹得很难看的话，你们就不要拉我，让我去死！哎，美琪，美琪，哎，少华，我求你去，快帮我把他拉回来，好吧？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去解决，为什么总是要找我呢？不是他不是不让我碰吗？少华，求你了，少华，你说要是他出什么事我孩子老婆都没了，快去啊！美琪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啊，最近少华晚回家，还有那天少华在外面和我拉扯，都是为了帮家辉劝我回家。现在呢，家辉呢，他知错了，我也回家了，反倒是挺对不起你们夫妻两个的。哎呀，还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，你看看，真是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只要你们两个人和好了，我也很高兴。谢谢你，敏君姐。那改天我和家辉专门登门致谢。不用客气了，我觉得少华帮你们两个呀，那是应该的。好，那我有事先走了，敏君姐，再见。你慢点。这两天辛苦你了啊，家里这么多事情。回来，不辛苦，我特别高兴。啊？那件事我知道了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你干嘛不告诉我呀？我还能帮你呢。你给我机会让我说了吗？坐下。我跟你说啊，
这个家辉在外头沾花惹草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就怕美琪知道，所以让我帮他瞒着。如果美琪知道了，这事儿就闹得很大了。加上你这2天又忙崇明的事情，我就没跟你说，委屈自己受着。那项链怎么回事啊？那事真的是巧了，哎，我第一眼就看上那套项链了，可是没想到家辉付了定金，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着，把项链给我买下来，我送给你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，人家是一整套的。最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吧，我2头都不落好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不买呢。少华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夫妻之间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。不过你这回生这么大的气，吃这么大的醋，其实我还挺高兴的，证明我的老婆特别的在乎我，特别的爱我。我是怕你喜欢上别人就不要我了。云君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别的女人的。我可记住这句话了啊。少华，谢谢你。我好幸福。丽姐、汪洋，今天谢谢你们啊！玉梅啊，恭喜恭喜啊！啊，恭喜你，谢谢。来了，妈来了，新郎新娘回来喽！新郎新娘来了！宝莲，哎呀，宝莲，还认识我吗？阿姨，你还认识我，记性真好。宝莲呐，今天你是新娘子，一定要端着点儿。新娘端得正，才会有人疼。哎，如敏、宝莲，快过来！去吧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！你看看，儿子啊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领一个回来呀？妈，哎，乖，乖。妈，喝茶。恭喜你，宝莲。哎呀，敏君啊，这个戒指好久都没见你戴了，这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少华送你那个是吧？你看我这个也是你们订婚的时候他送的，又大又好看。你看，哎呦，要不是妈，人家结婚咱别说这个行吗？哎呀，这比什么？这不是喜庆吗？楚明、宝莲，恭喜你们啊！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是吧，爸爸？啊，赶紧进去换衣服吧，待会儿还去吃饭呢。嗯，妈，我们走了。妈，那我们先去换衣服了。啊，好好乖。崇明啊，那你带宝莲进去休息吧。哎，妈。
哦，那我看我们也赶快到餐厅去吧，客人大概都等急了。找花朋友，走。走，叶梅。丽妈，快走，儿子，把阿姨搀着点。亏你还是王家的儿子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买一个又丑又寒酸的破戒指。这同样是王家的儿媳妇儿，怎么就差那么远？私生子这待遇就是不一样。我很快就会让崇明给我买一个更大的，比敏君的还要大。哎呀！喝多了，你喝那么多干嘛？来来，赶紧进屋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喝多了，我坐会儿。哎呀，少华，你先回去吧啊，你别管我。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，得赶紧进洞房去。我结婚？我结婚能有你幸福吗？你和宝莲好好的过，你俩会很幸福的过一辈子的，知道吗？我跟宝莲再幸福啊，也没你跟敏君幸福。喝多了啊，喝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少华，我真的没喝多。哎，我呢，根本不爱宝莲。因为我妈呀，一直希望我找个老婆来陪她，但我没办法呀，我只能找着宝莲来陪她。嘘，这话可不能说啊！你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好好的爱宝莲，你俩好好的过一辈子，知道吗？哎，少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你先回去吧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赶紧回去，快！哎，你先回去吧，少华，我再坐会儿，我等会自己走啊。别让宝莲在屋里等你太久啊！今天我结婚，为什么不是我心爱的女儿呢？奇怪，崇明心里爱的到底是谁呀？敏君不是跟我说过，他心爱的人已经不在了吗？崇明怎么对一个死去的人还念念不忘啊？崇明，乖，来睡了。来，哎呀，站稳了，崇明。这么多年，
你怎么还不了解我的心意？对，这么多年都还不了解你，难道那个人还活着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敏君问个明白。崇明，哎呀，喝那么多酒，哪有人在新婚之夜喝那么多呢？来。知道，我等你等了那么长时间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今天终于被我等到了。崇明，蜜君，蜜君，蜜君，我爱你那么长时间，终于被我等到了。我还爱你的蜜君，蜜君。我不是，你老婆。想不到我的新婚之夜是这样的，崇明居然抱着我叫着林敏君的名字，这到底是什么婚姻？这是我的婚姻吗？方宝莲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都不了解他，你怎么就嫁给他了？我方宝莲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我不是没有人爱，也不是没有人追，我就是一直要好好工作。我错了吗？我绝对不会向命运低头，我一定要掌控我的事业，掌控我的一切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找不到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，如今我找到了，我以为我会幸福，想不到在新婚之夜，新郎却抱着我想着别的女人。敏君，终于等到你了，我好幸福啊！好幸福啊！可以不爱我，也可以不娶我，你为什么要糟蹋我？
真的欺负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。你以为我方宝莲这么好欺负呢？林敏君，你到底和黄崇明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他会把我当作你？为什么呀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哟，宝莲，新娘子，这一大早上我家来干什么？哟，崇明没跟你一起来呀？他人呢？阿姨，我有点事儿，想问你一下。有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是关于崇明的事。嗨，宝莲，崇明的事儿你问我？你不是刚嫁给他吗？问他自己好了呀。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崇明和敏君……我知道了，你是想知道崇明和敏君过去那点事儿，对吧？虽说呀，这崇明对敏君追过好多年，可他俩之间的关系是绝对清清白白的。要说呢，那还是你搬家以后的事儿了。崇明对我们家敏君那真是喜欢，他俩不是在工厂认识的吗？一见钟情，这就追了好些年。我呢，不愿意，因为崇明家穷啊，我不是还欠着一身债又没钱还，正赶上敏君他爸爸又失去了工作，你说我肯定不愿意。嘿，这时候少华他爸爸看上敏君了，说什么要我们敏君做他的儿媳妇，那你说我我肯定是生生的拆了他们俩嘛。哎呀，阿姨，想不到崇明以前还挺痴情的。那是，崇明对敏君那个痴情啊，那简直没法说。这敏君不是嫁到王家了吗？他就成天就去闹，弄得王家是鸡犬不宁啊。后来还差点把王家的产业都给夺了过来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就……哟，怎么了？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中暑了，孩子？没事儿，阿姨，你接着说。这后来呀，敏君一生气就去找崇明，正赶上崇明在洗澡，敏君当时就吓得晕过去了。哎呦，那崇明啊，赶紧把我们家敏君抱在床上。就在这个岔口，少华给赶上了。哎呦，那少华对我们敏君这一顿臭骂呀，就给骂回娘家来了。没多久，
这崇明跑到家里来说，不在乎我们家敏君是结过婚的，愿意娶她为妻。这少华也来接敏君回去，还赶着道歉，说以后回去好好过日子。哎呦，我说我们家敏君呀，可真是个香饽饽，抢手。宝莲呐，这崇明跟敏君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今天这些话呢，你就随便听听，别往心上放。我可以跟你发誓，这崇明和敏君之间绝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事情，真的。今天我这些话呀，我就全当我什么都没说过，你也只当没有听见过。说要是让敏君知道了，他还不得骂我呀？再说我们家林坤也给我交代过，就说在你面前可千万别再提崇明和美君那点事儿了。你呀，以后就别再把崇明和敏君那点事儿放在心上提溜了。这都没什么事儿，你说这以后再相处得多尴尬呀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得了，我还赶早市呢，一会儿都没新鲜菜了。你想开点啊，我走了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是。原来崇明原来崇明原来那么爱敏君。敏君为什么要把崇明介绍？为什么要把崇明介绍给我？你不要的，你就要推给我吗？你能把我方宝莲当成什么人？我方宝莲有这么好欺负吗？黄崇明，你那么爱敏君，你为什么要娶我？我才刚结婚啊！我恨你们！我恨你们！林敏君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朋友来信任，没想到你对我的好全都是假的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林敏君就是为了钱才嫁给王少华的。他就是因为钱才把崇明抛弃掉，他觉得亏欠崇明的，才把我当成替身嫁给崇明。我怎么那么傻呀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难怪他跟王少华结婚的时候说没找到，还骗我说因为我搬家。林敏君，你这么对我，我是不会甘心的。这崇明是董事长的儿子，哼，这王家的家产我是要定了。我不仅要让崇明重新爱上我，我还要让他把你彻底给忘了。哼，林敏君，我会让你在王家待不下去的。宝莲，宝莲，宝莲啊，我醒来发现你不见了，所以去找我去了是吧？
哎，是啊，哎，你到底去哪了呀？董事长本来想叫我带你见他。啊，董事长对你这个儿子还挺好的嘛。哦，还行吧。啊，少华跟我说啊，想安排你去王氏企业工作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哎，有没有说安排我做什么呀？哦，好莲啊，来，其实我不怎么想你去工作。为什么呀？崇明，我要不工作，我吃什么喝什么呀？宝莲，我想跟你谈谈我们的事情。我们两个什么事啊？还说呢，崇明，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，把人家衣服都弄坏。宝莲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我能喝那么醉。崇明，我觉得咱们俩能结婚，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我觉得特别幸福。我想问你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哎呀，宝莲，你看我们都结婚了，都已经是夫妻了，你怎么还问我这个问题呢？当然要问呢，人家都说现在好多婚姻不也是有别的原因吗？就像敏君也是为了钱才嫁给少华的。你听谁说的呀？我还听说她以前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，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但她妈妈不同意，硬把她嫁给王少华的。哎呀，宝莲，那是敏君自己的事儿。哎，你到底听谁说的？昨天在餐厅请客的时候啊，你被拉去喝酒了，我就听到后面有的桌在议论这件事情。那你听到什么没有啊？没有啦，就这些。本来呀，我还想去问敏君的，不过呢，为什么呢？不过我相信敏君她不是这种人，肯定是那些人嫉妒她，在背后嚼舌根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啊，我所以告诉你啊，以后啊，千万别听外面人说闲话啊。哎呀，我也不想听外边人说闲话呀。崇明，那以后如果我们之间传出什么闲话，可不太好吧？啊？崇明，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瞒你？啊，我还有什么事情能瞒你呢？说瞒着太严重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都结婚了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就是坦诚吗？是啊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吗？我家里的事情。我也跟你说过啊，以前有人追我的。对啊，我也跟你说过，我以前是有个女朋友的呀。崇明，现在都跟你结婚了，那我问你，你是爱我多，还是还爱着他呀？哎呦，宝莲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提这些有的没的干嘛呀？哎，董事长想安排我们去动物医院呢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我最喜欢旅游了。哎，那你说我们是去法国还是去美国呀？宝莲啊，我都回绝了。我想啊，我们还年轻，还有很多时间在外面玩。现在公司呢正在蒸蒸日上，我想把基础打好之后，那将来，将来你能分多少钱啊？分钱？分什么钱啊？我也不姓王。那你不是王董事长的儿子吗？宝莲，我不稀罕这些，以后你别跟我说这些事了啊。好了，宝莲，董事长叫我们吃午饭呢，我想他已经到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啊，好，那你先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快点啊。嗯。黄崇明，你连当着我的面说爱我你都不敢，你
心里肯定还想着你的旧情人，连蜜月都不带我去。这要换成林敏君，你肯定都带他周游世界了，还敢跟我说不稀罕王家的钱？是，你的旧情人住在别墅里面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当然无所谓了。但是我方宝莲凭什么跟你在这个小屋里面过一辈子？林敏君实在太狠毒了。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咱们走着瞧。崇明，哎呀，这办公室我以前来的时候，只是觉得很气派，这结完婚再一看啊，觉得哪儿都挺温馨的。宝莲，你说的什么话呢？只要那办公啊，在哪不都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，啊！他们说让我去那个业务部，那业务部那么多人，跟这儿能一样？宝莲，我问你啊，那董事长给你安排业务经理的位置，你干嘛推的呢？崇明，我可不希望别人说我是因为关系啊，因为面子才进到这个公司的。我得凭我的能力争得一席之地，我得让董事长看到和肯定我的能力。哎呀，宝莲啊，你这事业心那么强，我怕……老公，怕什么呀？怕我能力太强压过你啊？哎呦，你说的什么话呢，宝莲？哎，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你压到我没话说。哎，如果你的能力确实比我强的话呢，我这个位置让给你。老公，来，你呀，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位置给我坐稳了啊！你也太不了解你媳妇儿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呢，一定得凭我自己的实力。而且我的想法是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要跟你面对面的办公。哎，宝莲，别动人家东西。哎呀，我就随便看看嘛。别乱动我的东西。小康，怎么了？喜欢坐我的位子？没问题。等我收拾下东西，我马上可以走。但是我没收拾之前，请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，这样很没品的。少康，这宝莲没这个意思，他只不过……这位置不就让人坐的吗？我坐一下又怎么了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一个副总的权位怎么就那么大呀？哎呀，你还别说，我的权位还真没你老公高。哦，你的权位没我老公大，那我更可以做了。再说了，你用得着对我这种态度吗？我老公还是你哥哥呢。那是我爸承认的，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。哎，少康，别，我就奇怪，你跟我嫂子是同学，你学学我嫂子怎么做人，再看看你怎么做人，跟母老虎一样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同样在一个大学毕业的，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？你说什么？王少康，你居然说我像个母老虎！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们家崇明到底有什么意见啊？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没有来，
怎么，崇明找老婆需要你的同意、你的认可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啊！哎，少康，在这啊。我有跟你们争吗？我有跟你们争吗？我只想告诉你们，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做主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爸，董事长。要不这样吧，等咱们回去啊，跟我爸说一声，把我的位置让出来，给你们夫妻俩。到时候你们夫妻俩在这办公室里面爱干嘛干嘛。不是少康，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呢？啊，能不能别这么伤人呢？我才懒得伤你们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上班，我已经很烦了。现在好了，连你老婆也喜欢坐我的位置。好啊，没问题。等我回去跟我爸说，如果他让我走，我马上回。少康，好啊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得好好聊一聊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有能力，还是我有能力。爸，王崇明他老婆少康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啊，招呼都不会打了，叫二嫂。爸，是不是二嫂我们先不谈。既然她不喜欢去业务部，而喜欢坐我的位置，那好，我副总经理的位置让给她吧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董事长，是我不好，我带宝莲呢去了我的办公室，宝莲一时兴起坐了少康的座位，但是宝莲什么都没想法啊。嗨，这点小事儿也至于拿回家来谈吗？董事长，我是无心的坐了一下王副总的位置，可王副总咄咄逼人，说我抢他的职位，一下气不过就回了他几句，结果他得理不饶人，非要回来找董事长评个理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少康啊，我不是说，爸，知道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不，少康，我没有说你错啊。宝莲啊，不管你是谁的妻子，或者是谁的亲戚，你都不能随便坐在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啊。这件事情我要批评你啊。是董事长，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哎，董事长，这件事情要怪我就好了，不要再提了，自己一家人就不要计较这些了，好不好啊？你们各行其职，把工作做好就行了。我王光耀历来赏罚分明。宝莲啊，如果你认为你真的有能力凌驾于少康之上，那我也不排除擢升你为副总经理。谢谢董事长。爸，怎么了这是？全公司的人都回到家里干什么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要跟您汇报一下。说。现在欧洲有一笔几百万美元的订单，我可能需要过去一趟。行啊，少华，你比你老爸可强多了啊！带着我们的资金全投到美国的分公司上去了。我们的资金为什么都投到美国去了？因为我们需要先购买原材料。怎么会呢？那之前的几家公司我都沟通过，可是因为他们转投其他的项目已经失利，他们没有钱购买原材料，所以他们联合涨价。这点他们很坚持。那我们就找别的厂家呀。别的厂家原材料更贵，是贵了一些，但是为了公司的信誉呢，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。这样吧，董事长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吧，尽量我让他们原材料价钱压低一点。行，这件事情就由你去谈。好，爸，因为这个公司我们没有合作过，但他们的前提是要我们先付款，而且数目很大。要付多少啊？3000万。那就付吧。现在我们资金可周转的只有1000万。
差这么多。爸，我们要不要先试试抵押贷款？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处理？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我们王氏企业在商界是大名鼎鼎，而且一向信用都很好。我们和很多家银行都有来往，是吧？那当然。虽然王氏企业做得很大，房地产又多，当然不匮乏财力，但是为什么要白白的浪费利息呢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向银行承兑汇票。这个方式我想过，可是爸爸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不愿意这么做。他怕原材料供应商会觉得我们王氏企业太霸道，令到他们太没有安全感。不，总经理，用银行承兑汇票是用有限的资金做更大的生意，能解决暂时资金上的不足。以我们王氏企业的信誉，银行一定很愿意为我们提供银行承兑汇票的。我们再把承兑汇票交给原物料商，那原物料商再看到银行的保证，一定会提供原物料给我们。如果原物料商他自己缺钱，就自己贴利息好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王氏企业一分的利息都不用出。可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做过，承兑汇票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？不会的，少康。承兑汇票对我们来说应用会更灵活。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做。好，爸，我知道了，我按照您的要求去做。进来。哎，董事长。董事长。哎。坐，宝莲。不，在公司您是董事长，我只是财务部的经理，怎么能做呢？抛开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，你还是敏君的好朋友，让你做你就做。谢谢董事长。其实以后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我少华。是，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账本，请您过目。哦。不错，比之前的那个经理做得好，很详细。这都是应该的。要管理这么大一家企业的财务，不认真做怎么行啊？更何况崇明也在这儿，我不能让他失望，更不能让别人笑话他。我能不能请问你个问题啊？你说。敏君为什么不来公司上班呢？他的工作能力也不错的。啊，因为我们家，我妈需要一个好的儿媳妇，我需要一个好太太，英杰需要一个好妈妈。我也很想这样，在家照顾好婆婆，做好饭了等老公回家吃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多幸福啊！哎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太喜欢上班？不是，我是说我很向往那样的生活。哦。但实际上，崇明他想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，将来可以自己买房，还能开自己的公司，而且不花王家一分一毫。他都这么努力，我怎么能落后呢？崇明的心思啊，我很了解。你有空的时候呢，也要跟他说一下，让他放心，爸爸不会亏欠他的，包括你。现在我和崇明搬到你们家去住了，又受到你们那么多的照顾，我再不好好工作，怎么对得起董事长啊？老莲，客套归客套，但是过分客套了，我会觉得很虚伪。是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不过，这都是我的真心话。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，工作做得很不错。反正以后你就是财务经理了，
好好干。但是你记住了，我会严格把关的。是董事长，您放心吧。等你批好，下班之前我再来拿。好。哎，宝莲，我特别高兴崇明娶了个好妻子。谢谢董事长。阿姨，这不太好吧？是啊，我也觉得这样不好。年轻人不相信迷信的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，但是看着这个求子符，我还是想试一试。一会儿我偷偷的放到他们房间里去。那好吧，好吧，那就随你吧。我先上去了，累了一天了。哎，你去休息吧。敏君，宝莲回来了吗？她得过一会儿才能回来呢。还没回来？那我现在就去放。哎，阿姨，敏君，你帮我看着点啊。哎，阿姨，哎，阿姨，敏君，宝莲，宝莲，买菜回来了。是，先把它提进去，回个房间。哎，宝莲，你回房间干什么呀？买菜的时候，一个冒失鬼骑自行车的撞了我一下，你看裙子都给我弄脏了。啊，我帮你掸掸呗。不用，我这不换啊，心里不舒服。我很快换完就出来，跟你一块做饭。我不用了，我来做饭就好了。我很快就下来。宝莲，什么事儿啊？阿姨她，我妈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呀？我妈到底她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不舒服？哦，阿姨她没事儿。我是想问问你，新生这2天你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崇明对我特别好，又体贴。他还跟我说，他已经把以前的女朋友给忘了。啊，那是应该的。男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喜新厌旧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替他以前的女朋友感到悲哀的。为什么呀？崇明现在多好啊，人又好，工作能力又强，董事长又器重他。你说，他以前的那个女朋友是不是特别没有眼光了？当然了，没准他那个女朋友更爱钱呢，是吧？早就找了个大款，已经嫁了。宝莲，这都是别人的事儿，只要你们2口子恩爱，我就放心了。敏君，咱们这么好的姐妹，如果要是不好的男人，你怎么会介绍给我呢？是吧？宝莲，崇明他特别优秀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，他的好不必你说给我听。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他吗？换完衣服就下来。哎，宝莲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阿姨放好了。哟，这个放在哪里啊？3个放在一起，放在枕头、柜子。行，那就放在枕头下面吧，比较管用。妈。妈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没干什么呀。妈，这是什么呀？你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啊？这是求子符啊。符咒？妈，你在我枕头底下放符咒干什么？你不相信我呀？我没有不相信你。那这符咒有什么用啊？妈，这个符咒不是要让崇明管着我的吧？啊，宝莲，你误会了。这符咒啊，是那敏君的妈妈带我去求的求子符。求子符？是啊，
我早就盼着你和崇明给我抱上孙子。敏君的妈妈知道以后啊，就带我去求了这个。她说这很管用的。敏君结婚没多久就怀上了慧仪，你看你和崇明，哎呀，我多么希望你们早点。妈，来。妈，您的一番苦心我了解了，我接受。这个我会珍惜的。宝莲啊，哎呀，你明白妈的心意就好了。哎，那你把这些放在枕头下面，还有柜子里面啊。你们加把劲儿，那我就出去了。哎呀，这敏君也真是的，拦一个人都拦不住。嘿，林敏君，难怪刚才在门口没话跟我找话说呢。这刚成了妯娌就把我当外人了。你能生又怎么样？我和崇明生不生关你什么事？真是。求子服，反正对我也没什么坏处，没准儿能很快给王家生个大胖小子，留着。哼，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。这个林敏君，在崇明和我妈眼里就那么好吗？她那个婆婆真够精明的，她现在还是2个孩子的爸了。我要在这个王家待下去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婆婆扶正，再让崇明认祖归宗。到时候我再生一个王家的宝宝。林敏君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能干，还是我厉害。